嗨，大家好，我是熬夜。这3个影片我讲了关于冥想可以让你变得更加快乐，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讲讲关于冥想的好处。我们都听说过冥想对你有好处，但是好在哪里呢？关于冥想的好处就已经有超过3000份的科学研究报告证实，所以我也整理和总结了关于冥想的5大好处。第一，冥想能增强你对难受和疼痛的耐受力。一个来自蒙特利尔大学的研究，让13个修禅达人和13个非修禅的人士暴露在同样令人痛苦的酷热中，然后用扫描器测量他们大脑的活动。他们发现修禅达人组显示出比较低的疼痛程度，所以即使他们的大脑接受同样等级的痛楚，但心里实际所感受到的疼痛会比没有做冥想的人低。另外，法德志丹博士进行了一个实验，让15位没有接触过冥想的志愿者参与4场各20分钟的课程，以学习怎么冥想。在冥想前后，以动脉磁共振监测参与者在接受热度疼痛时的大脑活动，发现只要进行1小时出头的冥想训练，就可以大幅度降低疼痛感以及大脑掌管疼痛区域的触发中心。受测者的疼痛程度降低了 40%， 而疼痛引发的不适感也降低了 57%。冥想对降低疼痛的效果甚至比吗啡和其他止痛药物还要好，因为后者一般只能降低 25% 左右。第二，冥想会实际上的改变你的大脑，提升你大脑的各种能力。这是来自哈佛的莎拉博士所发布的一项研究，8周的冥想课程能提高你大脑3个重要区域的灰质含量。第一个，海马记忆体和额叶。这个部位主要负责你的学习能力和储存资讯的能力，也就是记忆力。第二个，后扣态皮层，这个部分是负责控制你思绪游荡的能力。第三个，叶顶联合区，就是我们大脑的道德轮盘，这个部分是负责我们的同情心和怜悯心。冥想不只是加大我们大脑的重要区域，同样的研究还发现8个星期的冥想会减少大脑性能体的细胞含量，而这个大脑部分是负责害怕、焦虑和压力的。加州大学的神经实验室发现到，长期冥想者大脑皮质皱褶的数量比没有冥想的人还要多，而皮质皱褶是负责大脑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资讯处理、决策制定、记忆形成以及注意力的功能。第三，冥想会让你减少不良的情绪。冥想能够降低的坏情绪包括忧郁、压力和焦虑。菲利教授对比利时的5所中学的400多名学生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进行冥想课程的学生有降低这些坏情绪的迹象，效果更长达6个月以上，而且这些学生也比较少横生出忧郁的症状。另一个加州大学的研究对曾经拥有忧郁症的病患进行冥想练习，他们也发现冥想能够降低病患想太多以及自我信念功能失调的障碍。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冥想和抗忧郁药物有类似程度的治疗效果，能有效地治疗忧郁症。他们让有压力和情绪低落的受测人员接受冥想练习，结果他们都表示内在的幸福感都有所提升。除此之外，由凯特琳教授所主导的一项研究发现，冥想让学生更容易维持其专注力，特别是在压力的功课上。即使每天只花10分钟来练习冥想，学生在认知能力的测验表现上都有所改善，其中一些案例中更是比没有冥想的学生好上10倍之多。他们在那些带有期限压力的资讯处理任务上也表现得更为出色。第四，冥想会让你超级健康。一份来自哈佛学院的研究显示，粒线体是人体细胞里的重要部分，它影响着我们细胞的寿命。冥想可以改善粒线体的能量产生、消耗和它的适应性，意思就是说，冥想会放慢我们老化的速度，比别人更慢一点变老。在2012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有超过200位高风险人士被要求从良好饮食及运动的健康课程和冥想课程其中选一个。经过5年的时间，研究人员发现，接受冥想课程的人心脏病、中风、死亡的整体风险降低了 48%。冥想能大幅度降低心肌梗塞的死亡率以及患有心脏疾病的中风几率。这些改变都和冥想带来的降低血压和心理社会压力因素息息相关，相比饮食运动课程更加来得有效一点。发布在大脑、行为、免疫线上期刊的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冥想可以降低阿兹海默症，也就是老人痴呆症。冥想者的大脑前额叶皮质和右前脑岛都比一般人厚，这就是消抵老年认知能力丧失的原因。
第5个，冥想让你变得超级快乐。根据埃默里大学的一项研究，冥想能够提升一个人在解读他人面部表情时所散发的同情心，发展对自己和他人保持友爱的态度，更关心其他人的优点。一份发布在美国心理学会的研究指出，就算只做几分钟的冥想，或多或少都有助于提升社会连接感，对新奇的事物展现积极的一面。一项来自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显示，冥想者更容易让自己时时刻刻地投入于人生所面临的刺激洪流中，包含了非回应性的察觉每时每刻的自身体验，也就是我们常说活在当下的感觉。在这里特别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沉默、无聊、冷静的人，情绪都会收在心里。每次我和我朋友去看戏，看到最感动的部分时，和我一起看戏的朋友全部都已经飙泪了，而我却没有什么感觉，觉得只是在演戏而已，一点都不会投入进去。我对我身边的事物也不怎么关心，经常会想东想西，幻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但自从我开始每天都坚持冥想之后，短短的2个月，我发现我更能自然地流露我的情绪，更能体验戏剧里面角色的感觉，终于会流泪了，也更加关心身边的事物和人，终于明白活在当下那种快乐的感觉。我也变得更喜欢去社交，跟别人讲话，连我的朋友都觉得我变了，就问他们哪里变了，他们就说也不知道哪里变了，就是感觉变得更好了。好了，这就是我对冥想的真实体验，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影片的原因。下一个影片我将会和大家分享怎样练习冥想的技巧，敬请期待。记得订阅和点下旁边的小叮当，当我发布新的影片时，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哦。